朋友们好，欢迎来到文悦的节目。60岁的陈大伯，自从办理了退休手续以后，就接连不断地接到邀约，邀请他参加各式各样的聚会。陈大伯认为自己都退休了，居然还有那么多的人邀请他参加聚会，证明他人缘不错，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。于是他从不拒绝任何一个聚会，只要有人邀约他，他都会欣然前往。然而每一次聚会，他都是乘兴而去，败兴而归，让他感到特别沮丧。当他参加过几次聚会之后，意外地看清了一些残酷的现实，让他细思极恐，从此再也没有参加任何一次聚会，每天都待在家里悠闲度日。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接下来一起听听他的自述。我是陈大伯，今年60岁，是一名企业里的退休人士。我每个月的退休金足足有7800块钱，这样的收入在我们这座城市绝对不低。我的退休工资之所以这么高，是因为我的工龄很长。18岁那年我就参加了工作，直到60岁退休，我足足有42年的工龄。我所在的企业效益很高，这也是我退休工资高的原因之一。老伴的退休金比我少多了，虽然也是国企的退休职工，但是由于他的工龄没有我长，单位效益也不好，所以他的退休金每个月只有2600块钱，只有我退休工资的1/3。我有一个女儿，女儿今年已经32岁了，女儿和女婿的日子过得挺好，从来不需要我们老两口贴补。很多人都羡慕我不仅退休工资高，还没有啃老的儿女，可以由着自己的性子花钱。我觉得他们说的没错，因为我的日子确实过得很惬意，只要是我想买的东西，从来不会因为价格高而犯嘀咕，即使是再贵的商品，我也有能力把它买回家。退休以后，邀请我参加聚会的人忽然变得多了起来，虽然我曾经为此而感到困惑，但是转念一想，我不仅又为之而感到欣喜。我已经退休了，居然还有那么多的人关注我，邀请我参加聚会，这是一件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情。退休后的我离开了工作岗位，每天都感到无所事事，正好可以通过各种聚会打发掉百无聊赖的时光，让我枯燥的退休生活不再那么乏味。这样想着，我就开始频繁地参加聚会。老伴不喜欢我参加聚会，他说与其花时间去参加那些毫无意义的聚会，还不如把时间花在养生上面，保养好自己的身体，让自己活得久一点才是最重要的事情。老伴说，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，与其让自己卷入复杂的人际纷争，还不如好好的享受生活，和他相伴着度过晚年。我骂老伴，头发长见识短，虽然我退休了，也不能天天待在家里和社会脱节，那样的话，我和废人有什么区别？那天晚上10点钟左右，我和老伴已经睡下，正做着美梦的时候，忽然接到退休前同事打来的电话。在电话里，他告诉我，他和同事们在一起，大家都很想我，想和我聚聚。听说同事们想我了，我1秒钟都没有耽搁，立刻翻身下床，换衣服准备出门。老伴见我这么晚还要往外跑，担心我出事，拦着我不让我出门。我用力甩开老伴的手，不许他拦着我。今天我必须和老同事们聚一聚。当我匆匆赶到聚会地点时，发现他们已经吃得差不多了，桌上摆着的酒和菜已经下去了大半。同事们看到我来了，都热情地跟我打招呼我入座。我见桌子上盘碗狼藉，心里很是诧异，心想，既然他们已经都吃得差不多了，还把我叫过来干嘛？看到我眼里的疑惑，他们纷纷跟我解释，说他们下班以后一起去唱了歌，又来到这里聚餐，期间他们谈到了我，都很想我。
于是就决定邀请我参加他们的聚会。听完了他们的解释，我立刻释然，明白他们是因为想我了，才会临时把我叫过来，和他们把酒言欢，共叙旧情。我欣然落座，找服务员要了一套干净的餐具，和同事们吆五喝六的喝了起来。席间所有人都跟我敬酒，说我是他们的榜样，不仅工作干得好，生活也安排得那么好，堪称人生赢家。我在众人的吹捧之下，不禁有些飘飘然。一顿胡吃海塞之后，我晕晕乎乎的承诺这顿饭由我来买单。见我主动买单，他们又加了几道贵菜。结账的时候，我足足掏了3000多块，虽然有些心疼，但是我仍然很开心，觉得同事们邀请我参加聚会，是没有把我当作外人，看得起我的表示。我晕晕乎乎的回到家，倒头就睡了。第二天，老伴问我昨天聚会的情形时，我没有隐瞒他，将昨天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的告诉了他。老伴听说我掏了3000多块钱，一个劲的骂我傻，说我是个大冤种，人家饭吃了一半才把我叫过去，摆明了就是想要忽悠我买单。老伴的话让我醍醐灌顶，回忆起昨天晚上喝酒时的情形，那些人确实如老伴所说，一个劲的奉承我，忽悠我抢着买单。自从我明白自己做了蠢事之后，为了惩罚自己，我足足1个月没有吃肉，让自己长教训。后来同事们又邀约我了几次，我无一例外的拒绝，再也没有参加他们之间的聚会。我退休后的第2次聚会是一位亲戚组织的，他给我打电话，让我第2天带着老伴去他家做客，尝尝他炒菜的手艺。这没来由的聚会让我很是不明所以，我毫不犹豫的拒绝，说谢谢他的好意，如果没啥重要的事情，我不便去他家打扰。亲戚说他不仅邀请了我和我的家人，还邀请了其他的很多亲戚。他说他之所以要组织这次家庭聚会，没有其他的用意，不过是为了让家人们聚在一起热闹一下而已。既然如此，我也就应承了下来，心想和家人们见见也都挺好的，正好可以联络一下感情。第2天上午，我带着老伴欣然前往。当我们到达亲戚家的时候，发现其他人早就到了，那些熟悉的面孔让我倍感亲切。吃饭的时候，我不由自主地多喝了几杯。这一次我犯了和上次同样的错误。做东的亲戚给我敬酒时，说他儿子近期打算结婚，找我借20万块钱给他儿子筹办婚事。我头脑一热，立刻就应承下来。这时候那些作陪的亲戚们全都对我竖起了大拇指，夸我仗义。他们说以后他们若是有了难处，一定要找我帮忙。所有人都开心地笑着，只有老伴铁青的一张脸，不发一言。老伴不悦的神色让我意识到自己肯定又做了错事。回到家里，老伴跟我狠狠地吵了一架。他说如果我把20万借给亲戚，肯定有去无回，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偿还的能力。经过认真的思考，我不得不承认，老伴这话说的没有一点毛病。亲戚家里很穷，根本不具备偿还20万的能力。我把钱借给他，基本算是打了水漂。即使是这样，我也依然将20万借给了他。当时我当着所有亲戚的面，红口白牙的答应借给他20万，如果我反悔，这张老脸往哪搁？自从我借给亲戚20万之后，老伴就跟我闹起了冷战，从此再也没有跟我说一句话。正当我为之而感到苦恼时，突然接到发小打来的电话，邀请我参加聚会。发小说他也退休了，为了丰富退休生活，他参加了一个群体。这个群体里有30多号人，大家每周都聚会2次，一起跳跳舞，唱唱歌，吃饭，费用大家均摊，花不了几个钱。我正为老伴不跟我说话而感到时间难以打发，
忽然听说有这样的好事，我哪里忍得住，我当即就换衣服出门，和发小参加聚会去了。在这个群体里，我玩得不亦乐乎，因为唱歌和跳舞我都会，所以很快就融入了这个大家庭，和所有人都成为了好朋友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我通过种种现象发现，这个群体很复杂，他们参加聚会的动机一点都不单纯。在这个群体里，有好几对地下情人，他们借着聚会的名义，背着家人和情人见面，做着见不得人的勾搭。虽然我也爱玩，却跟他们不是一样的人，我毫不犹豫地退出了这个群体，不愿意跟他们同流合污。我告诉发小，我不屑于跟这样道德沦丧的人在一起玩，那样的话，我就会被他们感染，成为跟他们一样的人，做出背叛家庭和婚姻的事情。听到我这样说，发小不屑地笑了，他说我们都老了，还那样较真干嘛？既然都是即将入土的人了，好好快活几年不就得了？发小告诉我，他之所以邀我进群，就是为了大家在一起快活快活。群里已经有好几个女人看上了我，只要我舍得花钱，他就会帮我们牵线，介绍费只需要1000块钱就行。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，说你别拉我下水，我才不会找情人。别说给你1000块钱，就算你倒贴给我1000块钱，我也不干那事。自从我明白了那些邀请我参加聚会的人，并不是真心的看重我，想要做我的朋友，而是看上我和包里的钱，想要从我这里得到利益的时候，我就再也没有参加任何聚会。现如今，我每天都陪伴在老伴身边，和他一起干家务，一起出门遛弯。当我看尽了世间繁华之后，才发现家才是老年人最舒适的港湾，是我们晚年时最不可或缺的东西。当我习惯了悠闲的居家生活以后，再也不想参加各种聚会。虽然我每天都待在家里，也丝毫不感到枯燥和乏味，反而觉得这样的生活很安逸，与世无争的感觉真好。今天的视频就先分享到这里，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，并且让你深有感触，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，期待与您的互动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